小姐，我实话告诉你吧，你所谓的配偶是已婚人士，他已经结婚了，他的妻子10年前就办了绿卡，你的结婚证是假的。顾先生，签证官说我们的结婚证是假的，你已经结婚了，妻子是苏清河，对吗？我们的结婚证的确是假的，我是跟苏清河领证了，可那不是为了能让他们的孩子出国念书，接受更好、更轻松的教育吗？反正你也等了我10年了，应该也习惯了。再等几年，等念安过了18岁，确定不会被取消国籍，我们再结婚吧。不用了，我对二婚男人没兴趣。之一，是我没用，努力了这么久，最后竟然被人顶替了，我对不起你，对不起我们的将来。没关系，一次失败不算什么，我相信你的能力，我们再想办法，不管多久我都陪着你，一定会让你实现去新洲国发展的梦想。你去联系新川国的那所名校，无论花多少钱，都要给顾燕生争取到。另外，那份海外公司的投资协议尽快敲定，确保顾燕生能顺利获得外派资格。好的，沈总，我马上处理，一定尽快给您答复。燕生，再等等，我一定会帮你铺好所有的路。之一，对不起，又要让你一个人回去了。星洲国的婚姻运卡审核非常严格，尤其我现在是高层技术人员的身份，审核会更苛刻。明年我们再试试。清河，你是怎么拿到的绿卡？能不能教教我？我跟燕生申请了好几次婚姻绿卡都被打回了。大概是我运气好吧。当初我还真以为是自己运气不好，原来是你们合起伙来骗我。通知顾燕生的海外公司把他开除，把他的卡也给我停了。好的，沈总。刚刚清河知道你打电话来质问我，都急哭了，说要带着孩子连夜退学回国，念安都被你吓哭了。之一，你要怪就怪我吧，别跟燕生闹了。你凭什么要把我跟妈妈赶走？我不走，这里是我的家。有我在，没人能赶走你。我现在让他给你们道歉，好不好？沈之意，你快跟清河赔个不是。我就知道你生气了。好了，不用你道歉了还不行？我专门来接你的，快上车吧。不好意思啊，之意，我今天不太舒服，就坐副驾驶了，你去后面坐吧。换成以前，沈之熙肯定会皱着眉头说不行，据理力争要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今天这是怎么了？我以前可真蠢啊，这么明显的暧昧都没看出来。沈之意，你……燕生，后面的车鸣笛呢，我们赶紧走吧。签证中心距离市中心20公里，很难等车。既然你愿意来接，那我就当你是个免费司机。反正你本来就欠我的。清河知道你因为绿卡的事情生气，特地说要请你吃饭，跟你赔不是呢。不需要，我要回家。听话，等会儿我跟清河给你好好解释一下领证的事情。燕生，我切不动，你帮我切一下好不好？
念安，慢点吃，别噎着。有什么话赶紧说吧。急什么？等我加个红酒。Excuse me。哎呀，念安，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老婆，我带念安去洗手间擦一下衣服，你先等等我，拜拜。小姐，我们已经打严了，麻烦您结一下账，一共消费15万刀。你非要为难清河跟念安，还不肯道歉，不过是因为我把你宠过头了。现在我把你的卡冻结了，异国他乡没钱付钱，我倒要看看你服不服软，道不道歉。女士，麻烦你结账。没有钱来这里消费什么，真是让人笑掉大牙。这样的人就该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沈之意，赶紧给清河道歉认错，并且保证以后再也不提这个事情，否则的话，你就等着被扣在店里，或者去蹲监狱吧。去给你们的店长打电话，就说沈小姐来了。顾燕深，你好像真的把我当成一个只能依附于你的菟丝花了。可惜你不知道，我早就继承了父辈留下的资产，旗下产业更是遍布全球。之意，以后你要好好照顾自己。我们去世后，你会继承我们所有的资产，但你要记住，如果你想结婚，必须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跟对方相处。对，一旦对方知道你的身份，你的全部财产都会被家族基金会收走，每年只能领取少量分红。我们也是怕你太单纯，被人骗，被人吃绝户啊！我知道了，爸妈，我一定不会让任何人知道我的身份。你一直以来心无芥蒂的欺瞒我，不过是仗着我对你的宠爱罢了。当我的爱没有了，我倒要看看你该落到如何下场。沈小姐，您怎么来了？有失远迎，还请恕罪。你怎么回事？竟敢对沈小姐无礼！沈小姐是我们的 boss， 她的账单不用记。凭什么不计较？恶意逃单应该立刻报警，按照当地法规，该10倍追回欠款。是，沈小姐，我马上安排。你们在干什么？你怎么回来了？我自己的家，我为什么不能回来？阿姨，你为什么要霸占我们的家？童言无忌，念安还小，不懂事，你别跟孩子计较。好，我不跟孩子计较。子不教母之过，苏清河，这是你该得的。沈之意，你有完没完了？看来今天的教训你还没吃够。不对啊，今天的账单一共15万刀，你身上1分钱都没有，你怎么付的钱？之意，你就算是跟我们赌气，你也不能伤害你自己啊！难怪我们刚刚走的时候，那个经理冲着你笑，你是不是跟他？沈之意，你为了不道歉，宁愿出卖身体，你真是，你怎么能那么想？现在立马给我滚出去！顾燕深，这里是我的婚房，该滚出去的人是你们。
现在立马给我滚出去！顾燕山，这里是我的婚房，该滚出去的人是你们。之意，我知道你当初为这套房子出了一部分钱，我心里也记着你的好。可这房子的产权，燕深早就已经正式过户到我的名下了，法律上这就是我的私人房产。顾燕深，你把我们的婚房过户给了苏清河，这是我们一起选的户型，一起挑的装修，每一个角落都有我们的回忆。是我过户的，现在这房子就是清河的，你说再多都没有任何意义。法律只认产权人，你在这里闹，只会让自己更难堪。真的很抱歉，让你接受不了这个事实，还是麻烦你现在立刻离开这里吧。给我来几个人，立刻到我兴周国的住所。你身无分文，连房租都付不起，你能叫来什么人？之意啊，你在兴周国认识谁啊？你在这里举目无亲的，不要说气话了。燕深也是心疼我们孤儿寡母，才会把房子过户给我。你要是心里有气，冲我来。好啊，那你倒是说说，你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住进别人的婚房里，是什么道理？我只是为了念安，孩子是无辜的，他需要一个稳定的家。够了，沈之意，你再阴阳怪气，就别怪我不念旧情。清河从来没想过要抢你的东西，是我主动给的，你有火冲我发。你跟我之间还有旧情可言吗？这不是顾燕深教授吗？他可是我们国家重金外聘的高级科研顾问，业内鼎鼎有名的人物，竟然跟我们住在一个小区。各位邻居，他是我国内来的朋友，不知道为什么非要赖在这里不肯走。我好声好气劝了半天，结果他不仅不听，还又吵又闹，我和孩子都快被他吓坏了。顾先生、顾太太，需要我们帮你报关吗？算了算了，都是朋友，我不想把事情做绝。之意，你听我一句劝，趁事情还没闹大，赶紧走吧。等钦差来了，你可就真的走不了了。丑陋的女人，这里是我们的国家，不欢迎你这种撒泼耍赖的人。看他穿的也不差，怎么能干出赖在别人家里的事儿？真是丢人！赶紧滚出去！再不走我们就报官了，让钦差把你抓走，看你还怎么闹！实在对不住了，是我没处理好私事，让他打扰了大家。他就是因为没能办下来绿卡的事，心里不痛快，闹出来的动静大了一点，还请大家多担待。顾延深、苏清河，你们两个颠倒黑白的本事还真有一套呢。这套房子的总价是70万刀，当初一人出一半，现在我把你出的35万刀还给你，然后请你和他们给我滚出去！停！沈之意，别说梦话了，你自己的35万刀都不知道背了多少年贷款才凑齐的，你哪里有钱还给我？我看你是失心疯了才会说这种话。别的事你都不用管，现在你只需要拿上钱，然后带着你的人给我滚。你知道现在这座房子市价涨到多少了吗？35万就能打发我吗？当初花了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你别跟我谈市价。之意，燕深不是那个意思，他是担心你，要是真闹到官方的人来了，你怎么收场？我们都是为了你好，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呢？之意，冻结我的卡，把房子过户给你，这就是你们为我好的方式。你可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你好，我是兴周国外聘科研顾问顾燕深，我要实名举报一个人，他伪造结婚证明，恶意骗取兴周国婚姻绿卡，麻烦你们立刻派人过来将他带走调查。之意，要是坐实了伪造绿卡的罪名，你至少要蹲10年监狱，还要缴纳一笔巨额罚款。餐厅的账单你能靠别人来搞定，可监狱的刑期你能靠谁？总不能再出卖自己吧？之意，我都跟你解释过了，只要念安上了大学，清河跟念安彻底安稳下来后，我就可以跟你领证了。你为什么非不肯呢？10年你都愿意等了，再等10年又如何呢？顾延深，我用10年青春陪你从一无所有到功成名就，可你就是一个满嘴谎言、自私自利的骗子！你凭什么觉得我还会再等你10年？我等了10年，就等来你背着我把婚房过户给苏清河，等来你为了他们母子把我的银行卡全部冻结，等来你把我扔在餐厅里不管不顾，带着他们母子一走了之。
冻结你的卡是为了让你服个软。我从头到尾就没想过真的要跟你分开。只要你今天当着清河的面，保证再也不提这件事，我立刻给移民局打电话撤销举报。之意，你要顾一下大局啊！燕生他是为了保住这个家，不然他也不会出此下策。你住着我的房子，挽着我的男人，花着我的钱，现在还要劝我识大体、顾大局，你哪来的脸？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抢你的东西，是燕生。够了，沈之意，你别不知好歹。清河从头到尾都在为你说话，你不领情也就算了，还反咬一口。现在移民局的人已经在路上了，你到底道不道歉？你们说完了，那就该我说了。我等的人应该已经到了。把他给我控制住，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准动。你们干什么？我是顾燕深，星洲国高级科研顾问，你们抓错人了，那个女人才是罪犯。你刚才说的话，我原样还给你，这是我给你最后的机会。滚，还是不滚？沈之一，你疯了！你从哪里找来的这些地痞流氓？你知不知道非法拘禁在星宇国是重罪？我现在一个电话就能让你把牢底坐穿！之意，你快让他们放手，有什么事我们坐下来好好说。动刀动枪的，对谁都没有好处。现在知道怕了。你们把我一个人扔在餐厅的时候怎么不怕？你们背着我把婚房过户的时候怎么不怕？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叫一群人来家里动手，你还讲不讲道理？我跟你讲了10年道理，换来的是你假结婚、假绿卡、真过户。从现在起，我不讲道理，我只讲结果。给我砸！从这面墙开始，一件一件来。我要这个房子里所有的东西都回到它该回的地方。停下！快停下！那是才换的新电视！之一，你疯了！这些都是钱啊！沈之意，你给我住手！这是我的家，你没有资格砸！这是我跟你的婚房，我亲自挑了这张沙发，亲自挂上那盏灯，亲自铺了这块地毯。既然你都过户给他了，那这些东西留着也是脏的。叶深，你快想想办法呀！他真的要把整个家都砸光了。沈之意，我已经报警了，移民局的人马上就到，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我可以跟他们说你是情绪失控，不追究你的刑事责任。你举报我骗汇卡的时候可是嚣张的很，现在落到我手里了，倒想起要跟我讨价还价了。你到底想怎么样？那你说说，这套房子到底是谁的？是苏清河的，产权上写的是他的名字。你说破了天也没用。很好，既然你敢当着我的面再说一遍，那我就没什么可犹豫的了。顾燕深，这10年，你花着我的钱，住着我的房，靠着我的资源当上了人人敬仰的顾教授。你回报我的方式是跟苏清河结婚同居，然后把我的婚房过户给他。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我过户房子只是为了给他一个安身之所。你为什么不相信？那你告诉我，什么样的青梅竹马会深更半夜为已婚之人吃葡萄，还差点亲上去？什么样的男人会把婚房送给朋友，让妻子流落街头？这一巴掌，还你刚才打我的那一下。这一巴掌，还你10年如一日在我面前演戏。明明你俩早就在一起了，还堂而皇之的当我面炫耀。苏清河，你可真不要脸呢！35万刀，一分不少。顾燕深，从现在起你我两清，我的东西就算是砸烂了烧成灰，也轮不到你们来住。沈之意，你做梦！你以为砸了东西、扔了支票这事儿就算完了？
告诉你，我在你身上浪费了10年青春，你欠我的远不止这些。顾燕深，你的脸皮比这堵承重墙还厚，竟然还有脸说是我欠你。没有我，你一个在国内打工的女人，能在星洲国有房；没有我，你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你的一切都是我给的。你怎么能好意思开口的？哦，我懂了，看来你还不知道你的外派资格是谁给你争取来的。你说什么？我说什么你很快就知道了。但现在，我对这个装满了谎言的房子已经没有任何耐心了。砸的不够，给我上炸药！我要把这个脏了的婚房彻底夷为平地。沈之意，你疯了！我可是星洲国重点保护人员，你炸了我的房子，星洲国不会放过你的。你这是在作死，你会被终生监禁！不要，求求你不要，你不能连我们一起炸！放心，我是遵纪守法的好人，不会做出违法的事情。把他们都拖出去，我要他们亲眼看着。放开我！沈小姐，楼里清干净了，所有邻居都安排到安全的地方了。沈之意，我说了多少遍了，我只是为了清河跟念安能有个安身之所。等念安成年了，我们马上结婚，你为什么要这么极端？等念安成年，他现在多大？6岁吗？你的意思是让我再等你12年？之意，有什么事我们坐下来好好谈好不好？你不要这样闹了。闭嘴！你现在没有跟我说话的资格。按合法程序，给我把炸药搬进去，爆破方案给安保局备案。好的，沈小姐，我们已经提前准备好了，现在都是正规流程，合法爆破。那就动手。燕深，他真的疯了！你快想想办法，他真的要炸房子！沈之言，你住手！这不止我们家，还有别的邻居，真炸了你下半辈子都赔不起。谁告诉你我没钱赔？顾燕深，你以为我跟你一样需要靠别人才能过日子？你什么意思？你以后就知道了。行了，把他们都给我拉到安全线外面去，别碍事。沈之言，你真疯了！停下！求求你，你相信我们一家人什么都可以商量。苏清河，你跟顾燕深是一家人，但跟我可不是。燕深，他真的要把房子炸了吗？沈之意，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我马上打电话给移民局撤销举报，我们还可以好好谈。不谈了，我跟你没什么可谈的。之意，你冷静，现在收手，燕深还能替你求情，只要等安保队来了，你就完了。他们来了正好，我正愁没人给我做见证呢。你真炸了！你真敢炸！我炸我自己的房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喏，这支票拿好，别再说这是你们的房子了。沈之意，你能有几个钱？这肯定是假支票，安保队马上就到，到时候跟他们说你伪造支票罪加一等，我让你后悔一辈子，你等着！好啊，我等着。救命啊！这个女人是疯子，她伪造绿卡，雇佣非法武装，炸了我的房子。她犯下的罪行够她判10次终身监禁，你们快把她抓起来！长官，我叫苏清河，这栋房子的产权是我的，这个女人非法闯入还编我们。布莱克先生，竟然是你！上个月您不是还盛情邀请我，希望我的团队能为星洲国安保系统进行全面升级吗？当时您还说整个星洲国都找不到第二个像我这样的人才。顾先生，您怎么会在这里？这里发生了什么？这个女人从国内追过来对我纠缠不休，
他伪造了跟我的结婚证，想要骗取绿卡。被我识破之后，他就恼羞成怒，雇佣了一群人强行闯进我家，还把房子炸了。是真的，长官您一定要替我们做主，要不是你们及时赶到，我们可能都会被他埋在废墟里。布莱克先生，这个女人的行为已经严重危害了星洲国的公共安全，伤了星洲国公民的人身权益。我要求你们立刻将她逮捕，终生监禁。把现场所有人全部控制住，带回局里审问。对，抓他，把他关进最严的监狱，让他这辈子都别想出来。对了，布莱克先生，他刚刚给了我一张支票，但他本人没什么钱，我怀疑他伪造支票。还有那个米其林餐厅的经理，他帮他抹了15万刀的账单，这里面一定有猫腻，必须彻查。这位女士涉嫌伪造绿卡以及支票，雇佣非法人员，恶意破坏公共安全，把所有人都带走做详细笔录，查清那些黑衣人的入境记录和雇佣关系。知意，你看到了吗？我本来只是想让移民局的人来吓唬吓唬你，让你服个软道个歉，这件事就过去了。没想到你自己闹成这样，现在谁也保不住你了。燕山，他不会真的坐牢吧？我心里还真有些过意不去的。谁让他没有脑子，把事情闹得这么大，连炸药都用上了。现在谁也救不了他，让他在里面好好反省反省吧。我花了10年时间，把你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大学生捧成星洲国最年轻的科研顾问，可你回报我的是什么？顾衍生，你等着，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失去。你们都去外面守着，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进来。沈小姐，委屈您了，刚才在那么多人面前，我必须把戏做足，您别往心里去。辛苦你了，布莱克，你做得很好。顾燕生从头到尾都没起疑吧？没有，他现在正得意呢，因为您这次肯定要在牢里蹲一辈子。那就好，他现在得意1分，到时候就疼10分。知恒资本那边的律师团队已经全部就位了，下一步怎么走？先不急，让他再飞一会儿。我要等他爬得再高一点，然后亲手把梯子抽掉。所以您暂时不打算公开身份？公开身份需要一个最好的时机。你先把我的羁押记录抹掉，对外就说我正在配合调查。另外，给我盯紧他那边的动静。明白。那您今晚？这几天我住酒店，不在任何人面前露面。好的，我安排车送您。燕山，房子没了，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没了，我们以后住在哪里？念安明天还要上学，我们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了。我不要住外面，我要回家。爸爸，你说过会保护我跟妈妈的，为什么我们的家变成这样了？别怕，都别怕，房子没了再买就是。我顾燕生的家人不会流落街头。可是那是我们唯一的房子啊！当初你把产权转给我的时候，你说过会让我跟念安在这里住一辈子，再也不用搬家的。我说到做到，不就是一栋房子吗？我有的是能力和积蓄，明天我就带你们去买新的，比这个更大更好。真的吗？放心吧，跟我走，我带你们去星洲国最好的地方安家。从明天开始，我那张副卡每天的消费流水要实时汇报给我。另外，顾燕生的解雇文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沈总，随时可以生效。好，先别发，等他买完房子再说。您是说他还打算买房？他今天晚上一定睡不着，明天一早他就会带苏清丽去看房子。他这个人受了刺激就爱花钱。顾燕生，10年前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是我给了你一张卡，现在我要亲手把那张卡收回来。你花的每一分钱，我都会让你吐出来。两位今天是想看看什么样的房子？我要你们这里最好的独栋别墅，带私人草坪和室内捧池，能立刻入住的
我们正好有一套顶配庄园别墅，5000尺室内面积，2亩私人花园，全套智能家居，价格是470万刀，要不要带您去看看？燕山，这太贵了，我们要不先看看别的？一点也不贵，你值得最好的。你就是嘴甜，可我有点担心昨晚那个事儿还没搞清楚。已经搞清楚了。沈之意在拘留所里蹲着，翻不了身，以后没人能挡在我们前面。那你公司那边？我现在的地位，公司供着我还来不及。不用介绍别的了，就这套，全款一次付清。好的，顾先生，您稍等，我去准备合同。470万刀，剑神，你都不犹豫一下？犹豫什么？那套被炸的房子也就是个过渡用的，这才是我们该住的地方。妈妈，这里有没有游泳池啊？有，念安，比你在电视上看到的还要大。以后你妈妈在花园里喝咖啡，你在宠池里扑腾，爸爸在落地窗边看着你们，好不好？好，好，好。燕山，你今天说话怎么这么好听？男人心情好了，说话自然好听。沈之意昨晚还在拘留所里啃面包，我们今天在这里签新房合同，你说谁赢？妈妈，这里好大，后院还有游泳池，我太开心了。燕山，你对我太好了。你说什么胡话呢？这些年是我亏欠你们母子，现在就是该让我补偿你们。你拍这么多干嘛？发动态。昨天沈之意闹那么大的动静，网上肯定有人在议论。与其让别人传谣言，不如我亲自把新家晒出去，让所有人看看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那会不会太高调了？我现在就是要高调。清河，舆论这东西，谁先张嘴谁就赢。我只要把咱们一家3口的幸福生活往网上一散，沈之意再说什么都是白搭。你说的对，那我也换身衣服，你帮我跟念安在花园里多拍几张。我直接叫记者来让他们拍，拍完我亲自发动态，今天晚上就能上热搜。顾教授，您和夫人往这边看，对，就这个角度太自然了。你们多拍几张，一定要好看。明白明白，顾教授放心，您这条动态发出去肯定爆。家人才是我最重要的责任。天啊，评论涨得太快了！你看这条说你才是真男人，为了妻儿豪掷千金。还有这个，疯女人炸了他们的婚房，以为能打击到人家，结果人家直接买了更大的，笑死我了，活该。燕山，你说沈芝芝在里面能看到这些吗？当然能，拘留所也有新闻，他现在应该坐在铁床上，看着我一条动态涨了几10万赞，后悔的肠子都青了。看到没有，清河，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沈总，顾燕深那条动态发出去才20分钟，已经冲到新洲国热搜第2了，评论区清一色全在骂您。怎么推了这么久才第2啊？布莱克那边怎么样了？布莱克先生按您的吩咐，正在配合几家主流媒体把这条热搜往更高的位置推，目前已经安排了3家平台同时置顶。好，让他继续推，把这条动态推到热搜第1，挂满24个小时。沈总，您是打算这叫捧杀？他以为这些热度是他自己的本事挣来的。他现在越高调，越多的人认识他的脸，到时候发布会上我把证据摆出来，就越多的人知道他是个什么货色。明白了。顾燕深，我好想看到你了解真相之后的表情啊。对了，我明天要去科研中心开会，那边有几个新项目要上马，据说投资方点名要我当首席，这一波热搜算是给我争了不少分。那你是不是又要涨薪资了？涨薪资算什么？我看重的是，现在全行业都知道我顾燕深是个有担当的人，家庭事业2手抓，以后什么项目拿不到，什么合作谈不成。沈之意这一闹，反而帮了我。你说的对，真想知道他看到这些热搜会是什么样的表情。那些都不重要了，
最重要的是，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顾燕深有个好妻子、好儿子，日子过得风生水起。顾教授，好久不见！昨天你的热搜我们可都看了，照片拍得太好了，嫂子真漂亮。哪里，随便拍的，没想到大家这么关注。低调什么呀？咱们圈子里都传遍了，兴周国最年轻的外聘顾问，家庭幸福，事业有成，谁不羡慕你？谢谢大家。燕深平时不爱说这些，今天你们夸他，他都脸红了。对了，今天这个新项目的评审会，投资方那边有没有什么新消息？当然有，知恒资本的人今天也来。这家投资机构实力极强，全球都有布局。据说新项目他们想投至少5000万刀，点名你要当首席。可我之前跟他们没什么交集啊。那有什么关系？你现在的热度，哪个投资方不想要你？顾教授，能不能跟夫人合张影？我们财经版想做一期兴周国科技精英的家庭生活专题，您是头号人选。没问题。燕深，刚刚你在里面，那个投资方代表看你的眼神，感觉比他亲爹还亲。正常的，这种大项目我接不接，直接决定他们未来几年的利润。你没注意他说话的语气吗？从头到尾都在小心翼翼。我注意到了，还有那几个同行，明明资历比你老，对你点头哈腰的。像我这样年纪的外聘顾问，整个兴周国找不出第二个。我现在手里有4、5个项目在运转，今晚还有一个宴会要去。那沈之一那件事，以后真的没人会翻出来吗？翻什么？造假结婚证的人是他。我现在是兴周国官方认证的杰出人才，有头有脸，有项目有成果，谁会去信一个疯女人的话？各位来宾，让我们热烈欢迎今晚的年度科技贡献奖得主顾燕深教授。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多解释几句，我想说我是个搞科研的人，我不跟疯子对骂。但借着今天这个场合，我想把这段时间没说出口的话一次性说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我太太清河还有我儿子念安给了我支撑下去的力量。那些妄想破坏我家庭的人可以死了这条心了。顾教授，我们学院下个月有一个国际学术论坛，想请你做主旨演讲，题目随你定。你现在的影响力没人比得上。下个月行程是不是有点满了？没事，能排得开。院长的邀请当然要接。顾太太，你现在可是我们圈子里公认的最美科研嫂夫人。下期我们的副刊想做一个人物专访，你能不能也出个镜？我不太会说话，就聊聊家庭，聊聊支持顾教授的感受就行。现在读者就喜欢看这些。那就安排吧。清河，你以后也是这个圈子的熟面孔。沈小姐，这是顾燕深10年间全部副卡消费的汇总材料，我们一笔一笔都核实过了。总数是多少？大概在9800万刀左右。那他名下现在还有什么资产？他名下账户总余额按照昨天刷新数据是41万刀，而且这些钱的源头追溯起来至少有32万，也是从副卡分出去的。也就是说，他这10年从头到脚没有1分钱是他自己挣的。严格来说，他刚入职那2年拿了工资，一共1万多刀。除此之外，所有大额支出全是您的钱。1万多刀，10年就挣了1万2。还有昨天他给苏清河订了2套高定礼裙，22万刀，还新买了一套别墅，价值470万刀，都是从副卡上划出去的。我们完全有权利追究回来。好啊，那套别墅也帮我讨回来。明白，沈小姐。现在只差您定一个时间，就定在下周3上午10点吧。全球直播发布会，地点你们安排，所有媒体都要到场。我要他亲眼看到他这一辈子的体面是怎么碎在地上。总裁，这份文件需要您签个字，关于顾燕深教授的解雇决定。终于来了。知恒资本的通知是什么时候到的？7天前。沈小姐那边的人说，所有权限都要在发布会当天同步取消，不能提前，也不能拖后。那就按他说的办。顾燕深现在知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他昨天还在接受媒体采访，跟记者说他下周有一个专访，要谈感恩和奋斗，真是好笑。你把这个文件放好，到时候我签。对了，他那个科研团队呢？团队里面已经主动在查他挪用经费的事了。我们核查后发现，起码有6笔大额支出挂在他个人副卡上，
而那笔钱本身就是从知恒资本投给我们的经费中划出的。他花的全是沈之意的钱，连左手到右手都不会，而且他好像完全不知情。总裁，我多嘴问一句，顾教授这10年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的外派名额是怎么弄来的？我看他是一点也不知道，他一直以为是自己的本事，自己挣的钱，自己拿下的项目。实际上他每一步都是沈之意用知混资本在背后铺的。他把所有资源包装成他的个人成就，让他安心享受。他从头到尾是个被人捧在手里养着的金丝雀罢了。那等到发布会那天，他这辈子都翻不了身了。他不是翻不了身，他是从天上直接摔进泥里。燕深，我今天约了隔壁那栋的陈太太下午茶，她说想介绍几个这边的朋友给我认识，都是山庄里的邻居。去啊，你以后就是正经的山庄太太了，该有自己的圈子，多认识几个富太太，对你以后有好处。我有点紧张，他们都是本地人，有钱人家的太太，我总觉得自己格格不入。你怕什么？现在全兴州国谁不羡慕你？也是啊。对了，我今天看到财经版上有一个投资人叫沈之意，我还以为是你的那个沈之意呢。是同名的吧？这名字又不稀罕。再说了，沈之意身上的钱能有本事上财经新闻吗？你说的对，是我多虑了。提他干嘛？不吉利。下周我那个直播专访你也要出镜，今天下午好好休息，晚上带你去吃大餐，明天再去买件新衣服。好，听你的。这家餐厅是兴油国很有名的高端店，做的是本地融合菜，一般人排队很久都预约不到。你怎么约到的？我上次听陈太太说这家很难订，排号都排到下月了。我打了个电话给老板，人家二话没说就安排了，可能是我的名声太大了。燕山，旁边那桌那个女的是最近新闻上老出现的基金合伙人。哦，那还是我们的邻居呢。待会儿你可以去敬杯酒，就当交朋友了。顾太太也得有自己的社交圈。说的我有点紧张了，这可是高端场所。咱们现在要什么有什么，沈之意还不知道在哪个铁窗里面啃面包呢，你有什么好紧张的？燕山，你说的对，我以后会争气的，绝不给你丢人。我要吃最贵的牛排，还有最大的龙虾。好，都给念安点，今天我们一家人好好吃一顿。燕深，说实话，到现在我还有点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前几天房子炸没了，结果转头我们就住进了别墅，还能坐在这里吃大餐。以后你什么都不用担心，有我在。那我是不是可以光明正大的叫你爸爸啦？不用再喊叔叔啦？当然，以后就叫我爸爸。念安，以后当着外人的面一定要大大方方的叫爸爸，知道吗？知道啦，我爸爸是最厉害的。爸爸，我的牛排怎么还不来？我快饿死了。对啊，我们都等了快40分钟了。服务员呢？过来。请问有什么需要？我们点的主菜什么时候上？孩子都饿了，请稍等，我去后厨帮您催一下。这家店的服务一向是兴州国最好的，今天怎么这么慢？可能是人多吧，再等等，反正我们也不赶时间。我要吃牛排，妈妈，你说来这里能吃最好吃的牛排的。燕山，要不你去问问，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好久不见啊，顾先生。顾先生，我们又见面了。你怎么找到这里的？是不是沈之意派你来的？顾先生误会了，我只是来请您结清之前在我们餐厅消费的15万刀账单，这是您的消费明细和欠款证明。你们是一伙的，沈之意已经进去了，你还替他卖命，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做的事情是在妨碍司法？我可以告你。顾先生，我们是正经餐饮品牌，
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今天的问题是，您的用餐资格需要重新确认，在这之前，主菜是不会上的。你胡说八道！我们当时是临时有事才走的，根本没有逃单。你们餐厅污蔑顾客，我要投诉你们！这位女士，您当天点的红酒、牛排以及您的孩子打碎的水晶杯，全部有监控记录，需要我当众播放吗？按照当地法律，我有权追讨欠款，请您配合。你给我闭嘴！我告诉你，那天是有人恶意栽赃，那个女人已经被抓了。你现在把旧账翻出是什么意思吗？难道觉得我付不起一顿饭钱？叶深，你别闹，这么多人看着。我没闹。经理，我告诉你，我是顾燕深，兴洲国特聘高级科研顾问。你看新闻没有？我一个新项目投资几千万。我今天坐在这里，要什么服务就有什么服务。你现在最好马上把主菜送上来，否则我让你们这家店明天上头条。顾先生，请您先处理这笔15万刀的欠款，我们再谈其他。你要我现在付？好，我今天就叫你知道什么叫自取其辱。把 POS 机拿来。您请。15万刀是吧？刷。顾先生，这张卡刷不了，显示交易失败呢。不可能，再刷一次。顾先生，还是刷不了呢。你这机器有问题吧？不可能的，今天其他客人刷卡都是正常的。燕深，换一张吧，别耽误时间了。换这张，刷吧。顾先生，还是交易失败。燕深，别说话，我还有卡。刷这张。顾先生，你还有别的卡吗？还是交易失败呢？这不可能！我卡里还有几百万的流动资金，你们这是什么破机器？你们都给我闭嘴！谁说我顾燕深没钱？我告诉你们，你们给我等着！喂，银行吗？我是顾燕深，我名下3张卡为什么都刷不了？什么情况？你给我查清楚。顾先生，这边系统显示，您名下所有银行卡的主账户已被卡主申请冻结，目前您的3张卡均已失效。什么卡主？我就是卡主！不好意思，顾先生，根据我们的记录，您这几张卡都是副卡，主卡的卡主是另一位，冻结是主卡持有人的操作，我们无权干涉。燕深，副卡？什么副卡？你不是说这是你的补贴卡吗？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燕深，你到底怎么回事？你说话呀！我再打一个电话。喂，公司财务吗？我是顾燕深，我这边临时需要预支一笔费用，很急，大概15万刀，你马上给我转到。顾先生，您的人事档案已经被系统锁定，您的所有权限已于今晚8点被取消，我们无法为您办理任何业务。什么权限取消？谁给你下的命令？我是顾燕深，兴洲国特聘高级顾问，你们公司最核心的专家。不好意思，顾先生，这是总裁办公室直接签发的决定，我没有权限更改。另外，据系统信息显示，您的科研团队也已对您发起了除名程序，您的个人权限也将被冻结。顾燕深，你不是说公司离不开你吗？你不是说那个新项目点名要你当首席吗？我不知道，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搞我，肯定是你，你是沈之一的人，对不对？你们合起伙来算计我！顾先生，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意思，我只是按照我们品牌的财务规章办事。您在上一家米其林餐厅消费15万刀未付，按公司规定，我们有权要求您先行结清欠款，才能继续提供用餐服务。顾先生，这是我们公司内部的合规问题，和任何人无关。你少给我装！记者呢？是不是外面也埋伏了记者？你们要把我当众搞臭是不是？燕深，你冷静点，这里这么多人。我冷静不了，
我今天非要搞明白是谁在整我。喂，陈主任，是我顾燕深。当年外派名额的事你还记得吧？我想问一下，那张跟外派一起发下来的卡到底是……顾教授，事到如今，你还不知道那张卡是谁给你的？给我卡的人只说是科研补贴卡，每个月会到账，没说具体是谁的。顾教授，给你那套外派名额、科研启动资金，还有那张副卡的人，你难道自己心里不清楚？我真不清楚，当年那个投资方是谁？你们从不让我接触。你自己好好想想，这10年是谁在养你？我这边还有事儿，挂了。燕神，那个陈主任刚才说什么？谁养你？顾先生，请支付账单。天啊，原来那个晒豪宅的顾教授花的不是自己的钱。我说呢，一个年纪轻轻的科研顾问，怎么可能一口气买下400多万刀的别墅？那个女的就是他太太，刚才还端着红酒装得多优雅，现在脸都绿了。燕神，你快想想办法，我真的待不下去了。清河，把你的包给我。什么？包，那个爱马仕包，先押给他们。你是认真的？这个包你刚买不到半个月，你说这是给我的？我知道，但现在没办法了，先把账结了走人，回头我再给你买更好的。还需要再抵押其他物品，这个包加上您太太的手链和戒指，才能勉强覆盖债务。清河，你别叫我。顾先生，这些物品暂时可做抵押，但正式偿还仍需您本人或卡主在7个工作日内全额结清欠款。另外，今天这顿晚餐我们就不提供主菜了。妈妈，我们去哪儿？我还没吃到牛排。吃什么吃？回家。我拍下来了，这素材发网上绝对爆。我已经发了，就一句话：郭衍生逃单现场。哼！顾衍生，你说句话啊！你那些钱到底是谁的？我现在脑子很乱。乱？我看你花钱的时候思路清楚得很啊！470万的别墅说拿下就拿下了，现在跟我说脑子很乱。你先别发火，让我好好想想。那我问你，刚才电话里那个陈主任说什么？10年是谁在养你？你跟我说清楚。我也想知道。你也想知道？你意思是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花的是谁的钱？说，你到底有多少事瞒着我？我没瞒你，那张卡的事情我自己也……什么？你用了这么久，连钱从哪儿来的都不知道？顾衍生，你还是人吗？清河，你说话别这么难听。我一直以为那是外派机构给的科研补贴，还有项目经费跟公司分红。你还说我说话难听？刚才在餐厅里更难听的话，你听见了没有？那些人对我们指指戳戳的时候，我脸往哪儿搁？爸爸妈妈，你们别吵了。你安，你去那边玩玩具，大人的事你别掺和。清河，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我们得先弄清楚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是有人在背后搞我，这么晚，谁还来敲门？不知道，我去开门看看。请问是顾衍生先生吗？是我。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兴州银行资产管理与法律核传部的律师。根据银行总部今天下午签发的调查令，我们需要对您名下新购的这处房产进行资产来源核查。你们凭什么查我的房子？这张副卡的主卡持有人已于今天早些时候正式向我们提交了交易申诉，称
此笔购房款属于未经授权的资金使用。什么未经授权？那是我的钱。法律上，您只是该卡的使用人，并非资金所有权人。你们在说什么？这房子明明就是他全款买的。现在主卡持有人不承认这笔交易，根据兴州国相关法律，我们有责任对这笔交易进行重新审核，并暂时查封相关资产。除了这套房产，我们对您过去10年的全部消费流水也做了初步梳理。全部。怎么可能？顾延生，你说话呀！这不都是我们自己的钱吗？事实上，你们团队的原始经费也包括了您的所有补贴，全部来自那位主卡资者的投资。你过去自认为的工资和补贴，其实也都是投资人的钱。顾先生，从现在起，这栋别墅进入暂时查封程序，您和您的家人需要尽快搬离。你们干什么？这是我家，你们凭什么闯进我的家？延生，你快让他们停下！我看谁敢动！如果您阻挠执法，安保局的人马上就到。您的处境已经非常不妙了，我建议您配合。基于欠款追回事宜，法院会另行开庭。祝你晚安。顾延生，你听见了吗？他们要把房子收走，你还欠了那么多钱，你到底背着我干了什么啊？我也不知道。可你不是说那些钱都是你的科研补贴吗？你不是说你是靠自己白手起家的吗？现在怎么变成了别人的副卡？我说了，那张卡是外派机构给我办的，我现在就打过去问清楚。喂，我是顾延生，当年是你们给我办的外派名额，也是你们给我的银行卡，对不对？现在那张卡出问题了，说是什么副卡出什么，还有什么卡主，到底是怎么回事？各位观众，知恒资本神秘投资人召开新闻发会，据传有重大消息爆料，让我们拭目以待。电视上那人像不像是沈之意？怎么会是他？他不是被抓起来了吗？他怎么会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不可能是他，安保局明明把他带走了，我亲眼看着他上的车。那不是你的团队吗？他们怎么会跟着沈之意？顾延生，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他明明1分钱都没有，他明明什么都不懂，他怎么会是什么投资人？大家好，我叫沈之意，知恒资本的主要投资人，兴州国多家科技公司的投资方，同时也是顾燕生教授骗婚10年的对象。您的意思是说，顾燕生对您进行了骗婚？沈小姐，前段时间您不是被安保局带走了吗？为什么现在会出现在这里？你跟顾燕生到底是什么关系？你们到底谁在说谎？过去10年，顾燕生教授的所有科研项目和团队经费全部来自知恒资本，是我给他铺了10年的路，而他回报我的方式是伪造结婚证骗我，同时和他的妻子苏清溪在国外同居，把他们的孩子养在我的婚房里，把我的婚房过户到苏清溪名下。燕生，他怎么回事？我怎么会知道？顾燕生对外宣称苏清湖是他寡嫂，说跟他领结婚证是为了帮孩子出国读书，但实际上苏清湖是顾燕生在老家明媒正娶的妻子，顾念安是他们亲生的孩子。这10年，他在我面前演深情老公，在苏清瑜面前演顶梁柱好丈夫，拿着我的钱养着他的家。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说的是真的？这些是过去10年知恒资本对顾燕生项目的全部投资记录，总计超过6000万刀。这一份是他的副卡消费明细，每一笔钱都是从我的账户划出去的。这一份是苏清河在国内与顾燕生的结婚登记档案，
日期比他认识我还早2年。今天这场发布会，除了说明事实真相，我还有2件事要宣布。第一，知恒资本即日起正式终止所有对顾燕生相关项目的投资，撤回全部科研经费。同时，我建议行业内所有合作机构即刻停止与顾燕生的一切合作。我代表顾燕生教授科研团队全体成员声明，我们已于今天正式将顾燕生除名，他的行为严重违背了学术道德和职业底线，团队不会为一个骗子背锅。我代表公司宣布，自今日起正式解除与顾燕生的一切聘用关系，他所有正在进行的项目全部暂停，所有经费原路退回知征资本。完了，全完了！怎么会是智易资本的投资人？怎么可能？第2件事，我将正式启动法律程序，追回顾月生过去10年通过副卡使用的全部资金，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科研经费、日常生活开支、房产购置款项以及各类奢侈消费。经过初步计算，追回总金额约为9700万刀。我的律师团队已经向新欧国法院提交了全部证据材料，正式的起诉书将在明天送达顾燕生本人。他真的要我们还9700万？顾燕生，你说话呀！我们要怎么办啊？热搜第1，沈之毅；第2，顾燕生骗婚10年；第3，顾燕生欠债9700万。顾燕生，你火了，你彻底火了！骗子、软饭男、学术败类，他们凭什么这么说我？他们根本不知道真相。真相不就是沈之毅说的那样吗？我现在都不知道你嘴里还有没有一句真话。你也不相信我？我这么做不都是为了你跟念安？要不是为了给你们办绿卡，给念安最好的教育，我用得着去骗他？我会走到这一步吗？你少把脏水往我身上泼！这不都是你自愿的吗？现在变成为了我们顾燕生，你要不要脸？顾先生，我们研究所在新闻上看到了发布会的内容，决定撤销与您的一切合作，您的项目经费即刻停拨。顾燕生教授，我是星州大学的教务主任，经过校董会紧急商议，即日起终止您的聘任合同，您的课程将由其他教授接替。顾先生，我是投资人代表，我们正式通知您，全部撤资即可生效。另外，我方会配合沈之毅女士的律师团队。关于开除顾燕生会籍的联合声明。我要跟你离婚，现在马上！9700万的债是你欠的，跟我没关系，我不会跟你一起坐牢。你现在跟我说离婚，不然呢？你以为我还会陪你一起扛？你跟我说沈之毅就是个打工的，他的钱都是你给的，结果到头来花的都是人家的钱，你才是没本事的那个。苏清河，这些年你吃的、住的、用的，哪一样不是我给你的？现在出了事就想撇清关系，你做梦！你给的全是沈之毅的钱，你不过就是从他手里接过来转交给我而已。你连个中转站都算不上，你就是个二道贩子。离婚可以，但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绿卡是谁担保的？是我，我在你的绿卡申请书上签的字，我是你的担保人。离了婚，你就不再是我的配偶，你的绿卡会被移民局即刻撤销，到时候你从哪里来的就滚回哪里去。你不敢动我的绿卡，我是念安的妈妈，你要是把我遣返回去，念安怎么办？我可以让你留在这里衣食无忧的过日子，也可以让你一夜之间失去一切回去种地。苏青夏，你自己选。我也是你个混蛋，我跟了你10几年，结果现在你拿绿卡威胁我。是你先翻的脸，我告诉你，现在还没到绝路。只要我找到沈之一，求他原谅，把一切责任都揽下来，认个错，他说不定会心软。你最好祈祷我能挽回他，否则你跟我一起完蛋。之一，我知道我错了，我现在每天晚上一闭眼，就是你当年陪我在出租屋吃苦的样子，是我鬼迷心窍了。你就看在10年情分上，
饶我这一次好不好？我还要照顾念安，她还那么小，不能没有爸爸。念安是无辜的，我会妥善安排她的生活和学业，不需要你这个满嘴谎言的父亲来拖累她。至于别的免谈，从今天起，你不要再出现我面前，我不想再看见你。志毅，求你了，我做牛做马报答你，你让我干什么都愿意，只要你放过我。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会好好改过自新的。你的悔过太晚了，我不需要。保镖，把他拖出去，以后不许他再踏入公司半步。沈之夜，你这个狠心的女人，你凭什么毁了燕山的事业？我们一家三口过得好好的，是你突然出现打破一切。你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凭什么赶尽杀绝？苏清河，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叫嚣？你明知道一切真相，却配合他骗我，心安理得享受我的一切，你才是最贪婪的那个人。我和燕山是合法夫妻，我们早就领了结婚证，你才是插足我们婚姻的人，这一切都是你自愿的，凭什么回来怪我们？你从哪里看出来我自愿了？要是他早告诉我你们之间的关系，我会离你们远远的。他也明白我知道真相肯定会离开，才用假结婚证骗我。而你们的合法婚姻，不过是一起行骗的遮羞布。你们为了自己的私欲，牺牲我10年青春，来满足自己的安逸生活，你们才是最过分的。我不管你说什么，你必须立刻撤诉，否则我就去媒体面前闹，让你身败名裂，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心胸狭隘、容不下别人的毒妇。你尽管去闹，正好让全世界都看看你这个靠骗婚寄生、坐享其成的女人到底是什么丑陋嘴脸。把她赶走，以后别让她靠近我。行吧。放开我！老师，电视上都在说我爸爸是骗子，骗了沈阿姨的钱，还骗了沈阿姨的感情，这是真的吗？我以前还听妈妈的话，骂过沈阿姨，撞过沈阿姨，我是不是也做错了？念安，这是大人之间的事情，和你没有关系。你爸爸和妈妈的选择是他们自己的，你只是个孩子，被他们影响了而已。可是我觉得很难过，我以为爸爸是很厉害的教授，是英雄，可现在所有人都在说他不好。我也知道我之前对沈阿姨很不礼貌，我想跟她道歉，可我不敢去，我怕她讨厌我。念安，你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就已经很棒了。沈阿姨她不会怪一个无辜的孩子，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读书，好好长大，不要被大人的错误影响。老师，那爸爸妈妈会怎么样呢？他们会不会再也不能陪我了？我以后是不是没有家了？我不想变成没有爸爸妈妈的孩子。不管发生什么，你都不会是孤单的。学校有老师和同学，还有关心你的人，都会陪着你。你爸爸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你依然可以好好生活。沈阿姨，我今天是专门来跟你道歉的。以前我听妈妈的话，骂你是坏婶婶，还故意撞你，我真的知道错了，对不起。念安，我不怪你，你只是被大人误导了而已。你爸爸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会安排好你的生活和学习，所有的费用都由我来承担，你好好生活就好。沈总，学校那边已经全部对接完毕，明天就可以直接送念安小朋友去学校报到，老师会专门照顾他的生活和学习。好，你回去好好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明天我会让助理送你去学校，有任何困难可以随时联系我。苏清河女士，经过核查，你的星有国永久归驴权是由顾燕申以配偶身份帮赵获得的，现顾燕申因涉及多项罪名，担保资格已被依法撤销，你的绿卡即刻失效。你们凭什么说撤销就撤销？我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一切，我不能被遣返。你的绿卡是基于婚姻关系获得的担保，现在担保失效了，只能被遣返。
顾燕生，你这个没用的东西，都是你害了我！我真是瞎了眼才会相信你。我也不想这样，这一切都是沈之意逼的，不是我的错。你还怪别人？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不仅骗了沈之意，还骗了我。请二位保持冷静，不要在办公场所喧哗。苏清河女士，请你在3日内收拾好个人行李，我们会尽快安排遣返流程。如果你逾期不配合，我们将采取强制执行措施。顾燕申，经过我们与知恒资本你所在科研公司的联合核查，你在担任高级科研顾问期间，将知恒资本投入的科研经费用于日常挥霍，已构成挪用科研经费罪。我愿意把所有挪用的经费全部还回去，求你们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您跟我说这些没用，这个案子会跟之前的伪造证件罪、侵占财产罪合并审理，您只需安心等待法庭的判决即可。我不要合并审理，我不要坐牢，我真的后悔了，求你们放过我。之夜，求求你最后见我一次好不好？我错了，我不该欺骗你，不该辜负你10年的付出，你就看在10年的感情上撤诉好不好？我给过你无数次机会，可惜你没抓住。现在你我之间10年恩怨到此两清，从此以后，你我再无任何瓜葛，你好自为之。沈之夜，顾燕山，你这个骗子！你说会让我一辈子都幸福的，现在却让我丢尽了脸面，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是你毁了我！这一切都是沈之意逼我们的，他就是故意要毁了我们全家。沈总，顾燕申的判决下来了，数罪并罚，判处了12年。苏清明被遣返后，国内那边也立案调查了他配合伪造证件的事。够了，以后他们的事不用再跟我汇报。好的，我知道了。知恒资本上个季度的财报出来了，增长幅度很高，几家国际媒体都想约您做专访。好，等后面安排吧。基金会那边筹备的怎么样了？已经全部落地，首批资助了30个学生，包括顾念安。那名字就叫向阳助学基金，不用放我的名字。10年就到这里了。今天宣布2件事：第一，知函资本正式启动全球青年科研人才培养计划，不看出身，只看能力，预算不设上限。沈总，这个领域我们之前没有深入布局，正因为没人做，我才要做。10年前我替别人铺过路，虽然选错了人，但是我学到了很多。现在我要替更多真正有才华的人铺路。第2件事，我的个人资产全部纳入家族信托，收益用于助学基金和科研公益。沈总，您考虑清楚了，钱放在手里是数字，花出去才是价值。我不需要再向任何人证明什么。沈总，布莱克先生发来邀请，下周国际科技投资峰会想请您做主旨演讲。可以。还有，您之前交代的事儿都办妥了，顾燕申名下那套别墅已经拍卖，款项冲入基金会。现在大家对您的评价非常高，都说您是新洲国近10年最具影响力的女性投资人。影响力不在别人嘴里，在自己手上。往后我们只做一件事，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各位，我今天想讲的不是投资回报率，也不是行业趋势，我想讲一个词：清醒。10年前，我以为爱情是全力以赴，后来我才明白，真正的爱不是牺牲自己去成全别人，而是先把自己立住了，再去拉值得的人一把。我花了10年才学会一件事，及时止损是成年人最高级的能力，不管是感情还是合作。
当你发现对方在利用你的善良，转身就走，1秒都别多待。知恒资本从今天起会把所有资源投向一个方向，让每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都能站到聚光灯下。谢谢大家。爸妈，你们看到了吗？我没有被人吃绝户，我把一切都拿回来了，还多给了这个世界一点东西。